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特别有意思，是关于一位上海女孩和台湾小伙的婚恋经历。很多人对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差异有些刻板印象，尤其是在金钱观念上。我接触过不少跨海峡的姻缘，每次都能感受到两岸青年在价值观上的碰撞与融合。今天的女主角小茹是一位在上海工作的高定礼服模特，身高177厘米，天生就有着黄金比例的好身材，再加上那份与生俱来的冷艳气质，走在街上都能引来无数回头率。不过，模特这行看似光鲜亮丽，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。小茹从小就被父母送进了模特学校，童年几乎没有玩耍的时光，每天除了上学就是训练。有时训练到双腿发软，依然要坚持走秀姿态，眼中含泪也不敢流下来。我小时候就是家里的赚钱工具，小茹曾对我这样倾诉：12岁开始接商演，挣的钱全部上交给父母，他们总说是为了我好，要投资我的未来，但实际上都用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了。28岁的小茹虽然经常出现在各大时尚活动中，但积蓄却所剩无几。父母总有各种理由向他伸手要钱，弟弟买房首付，爸爸生意周转，妈妈要去旅游。这些年来，小茹挣的钱大部分都被家人挥霍掉了，我真的很累。有一次，小茹在我办公室崩溃大哭，我想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，一个能给我安全感的人，不是要我花钱养着一大家子的那种。就在小茹对婚恋几乎失去希望的时候，我给她介绍了阿德。阿德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研发主管，32岁，身高183厘米，温文尔雅的气质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就是那种知识分子的样子。他在台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事业也小有成就。最重要的是，阿德有着和小茹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和金钱观。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，钱要自己挣，不能依赖别人，也不能随便借钱给亲戚朋友，否则关系容易变质。阿德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这样告诉小茹，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安排的一家日料店。小茹穿着简约大方的连衣裙，虽然没有刻意打扮，但那种模特的气质自然流露。走进店里时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了。阿德看到小茹的第一眼，明显被惊艳到了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哇，你比照片上还要漂亮！阿德由衷地赞叹道。小茹害羞地笑了笑，谦虚地说：“今天没怎么化妆，素颜见你有点紧张呢。”完全不用紧张，你这样已经很美了。阿德的眼神中充满了欣赏，两人聊得很投机，从工作谈到兴趣爱好，气氛融洽的让我都有些意外。不过，当服务员拿来账单时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阿德看了一眼账单，拿出钱包结账。小茹习惯性地说：“要不我们 AA 吧。”阿德却摇摇头：“第一次见面，我请你。不过下次如果你想请我，我也不会拒绝。”小茹有些意外，在她以往的约会经历中，上海的男生通常会很大方地说哪有让女生付钱的道理，然后豪气地买单。阿德这种坦然接受女生下次请客的态度，让他感到新鲜又有些不适应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开始频繁约会。阿德每个月会飞来上海1-2次，有时候小茹也会去台北看他。慢慢的，小茹发现阿德和自己认识的上海男生很不一样。他不会动不动就带我去很贵的餐厅，也不会送我很贵重的礼物。小茹对我说，但他会记得我随口提过的小愿望，然后默默地实现它。比如我说想吃某家店的牛肉面，下次见面他就会专门带我去。我说喜欢看某个展览，他就会提前查好时间，安排行程。半年后，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。阿德向公司申请调职到上海分公司，为的是能和小茹有更多相处的时间。然而，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，两人的消费观念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。小茹习惯了上海快节奏的生活和相对奢侈的消费方式，动辄几千块的护肤品，动辄上万的包包，经常和朋友聚会点一堆用不完的菜。而阿德则保持着台湾中产阶级特有的精打细算，会货比3家在购买电器，会计算每个月的收支平衡，会为了省几十块钱的停车费多走几百米。有一次，两人去逛街，小茹看中了一条裙子，价格7000多，
好看是挺好看的，但是这个价格，阿德皱了皱眉头，你衣柜里不是已经有很多裙子了吗？小茹有些失落，但这款是限量版的，错过就没有了。那不如先记下来，等促销的时候再买。阿德建议道，等促销的时候早就卖完了。小茹有些生气，你是不是觉得太贵了？我不是觉得贵，阿德耐心解释，而是觉得没必要。如果真的是你需要的，价格不是问题，但如果只是一时冲动，那为什么不等等看呢？类似的场景经常上演。小茹开始在闺蜜圈抱怨阿德小气，台湾男生是不是都这么精打细算啊？小茹在朋友聚会上半开玩笑地说，昨天我们去超市，她纠结了10分钟，到底要买哪个牌子的洗发水，就因为价格差了20块钱。闺蜜们笑作一团，有人说这不是小气，这是抠门，还有人安慰她，男人吗？对自己狠一点没关系，只要对你大方就行。小茹点点头，心想，是啊，他虽然在日常消费上精打细算，但对我还是很好的，每次约会都会给我准备小惊喜，虽然不贵，但很用心。然而，当阿德提出想和小茹谈谈未来规划时，两人的价值观差异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了。如果我们结婚，我希望能一起存钱买房。阿德认真地说，在台北我有一套房子，但如果要在上海定居，我们还需要一起努力。小茹皱起眉头，你的意思是要我出一半的首付？是啊，我们一起出，然后一起还贷款，这样才公平啊。阿德理所当然地说。小茹有些震惊，在他的观念里，男方买房是理所应当的，女方最多出一部分装修费用。阿德的提议让他感到不被重视。那我爸妈呢？小茹问。我每个月都要给他们生活费的。阿德沉默了一会儿，谨慎地说，我尊重你孝顺父母的心意，但我觉得需要有个度。如果我们要组建家庭，主要精力和财力应该放在我们自己的小家上。你这是让我不管我父母了。小茹的声音提高了，不是不管，而是要有合理的边界。阿德解释道，在台湾，父母通常不会依赖子女的经济支持，除非他们真的有困难。而且，就算要给，也应该在夫妻双方商量后，从家庭共同账户中拿出一部分，而不是你偷偷摸摸的给，两人为此争执不下。小茹觉得阿德不理解自己的处境和责任，而阿德则认为小茹没有清晰的财务规划和边界意识。就在两人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，阿德提出了一个建议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一起去台北住1个月，你来体验一下我的生活方式，也许能更理解我的想法。小茹思考再三，答应了阿德的提议。她请了长假，跟着阿德去了台北。到了台北，小茹发现阿德的生活方式和在上海时完全一样，简朴、规律，注重实际。他的公寓不大，但很温馨，家具不是名牌，但很实用，电器不是最新款，但性能良好。让小茹惊讶的是，阿德的父母住在附近，但从来不会随便来打扰他们，也不会主动开口要钱。相反，每次见面，阿德的父母都会带上自己做的菜或者买的小礼物。他们不担心养老问题吗？小茹好奇地问阿德。当然会考虑呀，阿德笑着说，但他们有自己的退休金和储蓄，不会把负担转嫁给子女。我爸常说，不给子女添麻烦，就是对子女最大的爱。这句话让小茹陷入了沉思。在台北的一个周末，阿德带小茹去了一家普通的早餐店，点了几样简单的食物。小茹注意到隔壁桌坐着一位打扮低调但气质不凡的女士，正在悠闲地吃着同样的早餐。那不是林青霞吗？小茹小声问道。阿德点点头，是她，她经常来这家店。天啊，她可是超级大明星，身价上亿，居然来这种大众餐厅。小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在台湾，很多富人都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。阿德解释道，物质上的节制和精神上的富足，这是很多台湾人推崇的生活态度。1个月的台北生活，让小茹对台湾人的价值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她发现台湾社会虽然发达，但并不崇尚过度消费和攀比，而是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满足。回到上海后，小茹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消费习惯和对阿德的看法。她曾经笑称阿德小气，但现在她明白，那其实是一种理性和负责任的表现。某天晚上，阿德突然拿出一个文件袋，递给小茹，我想你应该看看这个。小茹疑惑地打开文件袋，
里面是一份存款证明和投资组合明细，上面的数字让他瞪大了眼睛。阿德的存款和投资总额竟然有7位数之多，这是你的全部积蓄？小茹震惊地问。阿德点点头，我从工作第1年就开始定投和理财，每月固定存一部分收入，从不乱花钱。表面上看我很小气，但其实我只是把钱用在刀刃上而已。小茹感到无地自容，她回想起自己这些年赚了不少钱，却因为没有规划和边界意识，大部分都被家人挥霍掉了，自己手头竟然没有多少积蓄。我真的误会你了。小茹羞愧地说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小气，但实际上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有经济头脑和未来规划。没关系，阿德温柔地笑了，两岸文化确实有差异，我们需要时间去理解和调整，重要的是我们能一起成长。那天晚上，小茹做了一个重要决定，她要和阿德一起规划未来，也要和父母建立健康的经济边界。我想学习你的理财方式。小茹认真地对阿德说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制定一个家庭财务计划。阿德开心地点点头，当然可以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3个账户，共同账户、你的个人账户和我的个人账户。共同账户用于家庭开支和共同目标，个人账户则保证我们各自的经济自由。从那天起，小茹开始认真学习理财知识，也学会了如何与父母沟通金钱边界。她不再无条件满足父母的经济需求，而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提供合理的支持。妈，我以后每个月给你们固定的生活费，但大额支出需要提前商量。小茹对母亲说，我和阿德准备结婚了，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。母亲起初很不理解，甚至指责小茹被台湾男友教坏了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她也慢慢接受了这种更健康的相处方式。半年后，小茹和阿德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让小茹惊喜的是，婚后阿德对她更加大方了。他们一起去旅行，一起尝试高级餐厅，一起购买优质但实用的家居用品。我以前以为你真的很抠门，小茹笑着对阿德说，现在才明白，你不是舍不得花钱，而是很清楚什么值得花钱。阿德点点头，在台湾，我们讲究该省则省，该花则花。日常生活中省下来的钱，就是为了能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毫不犹豫地投入，就像我们的蜜月旅行。小茹笑着问。对，阿德揽住他的肩膀，还有我们未来的家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想要的生活。现在，小茹和阿德已经结婚2年了，他们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，首付是2人共同出的。小茹学会了精明理财，也找到了和原生家庭的平衡点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不再觉得阿德小气，而是深深感激他带给自己的理性与安全感。我以前只看到了表面的节俭，却没看到背后的安全感。小茹有一次在我的相亲工作室做回访时，这样感慨道。现在的她，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一种从容和自信，与初次见面时那个虽然外表光鲜，但内心焦虑的模特判若两人。婚后的小茹和阿德在上海和台北两地之间自由穿梭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融合了两地的精华。在上海时，他们会融入这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，享受大都市的繁华与便利。而在台北时，他们则会放慢脚步，享受台湾特有的悠闲与质朴。然而，婚姻生活并非一帆风顺。随着小茹越来越适应阿德的生活方式，他父母的不满也日益加剧。女儿啊，你看你同学家的女婿，每次来都是大包小包的，你这个台湾老公怎么这么抠门呢？连个像样的礼物都不给我们买。小茹的妈妈在电话里抱怨道。小茹深吸一口气，耐心解释。妈，阿德不是抠门，他只是有自己的消费观念，而且他对我很好，我们的生活也很幸福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呀。什么消费观念，就是舍不得花钱。母亲不依不饶，你爸最近想换辆车，你们俩出点钱有那么难吗？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周都会上演一次。小茹感到夹在丈夫和父母之间进退两难，一边是自己深爱的丈夫和新建立的家庭，一边是养育自己的父母，她该如何平衡？阿德看出了小茹的困扰，主动提出了解决方案。我们可以给你父母一笔钱，但前提是这必须是我们共同决定的，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。小茹惊讶地看着阿德，你愿意给我父母钱？当然。
只要是合理的，阿德温和地说，但我希望这是一次性的帮助，而不是无休止的责任。我们可以帮他们改善生活，但他们也需要学会自己规划。小茹深受感动，她第一次感受到阿德不仅重视他们的小家，也尊重他对原生家庭的责任感。于是，小茹和阿德一起给父母买了一辆适合家用的中档车，不是最贵的，但很实用。父母起初还有些不满足，但看到小茹夫妻的态度坚决，也就接受了。其实我爸妈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小茹叹了口气。我小时候家里很穷，爸妈非常节省，什么东西都要货比三家。自从我当上模特，挣钱多了，他们的消费观才变得越来越膨胀。阿德若有所思，这可能就是心理学上说的突然富有综合征吧。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突然拥有了以前没有的财富，却没有相应的理财知识和心理准备，就容易出现不理性消费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小茹问道。也许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，阿德建议道，比如和他们分享一些理财知识，或者带他们参加一些理财课程。小茹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于是他和阿德开始有意识地向父母传递健康的金钱观念。每次父母提出不合理的经济需求时，小茹都会耐心地解释，而不是直接满足。慢慢的，父母也开始理解并尊重小茹夫妻的处事方式。与此同时，小茹在事业上也有了新的发展。她不再满足于只做模特，而是开始尝试设计自己的服装品牌。阿德全力支持她的决定，不仅在精神上鼓励她，还在财务上给予支持，帮她联系台湾的服装制造商，寻找优质且成本合理的面料供应商。我以前总觉得创业需要很多启动资金，所以一直没敢尝试，小茹对我说，但阿德教会我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做最大化的利用，反而让我的品牌起步更扎实。小茹的首个服装系列以两岸融合为主题，融入了上海的时尚元素和台湾的文艺气息，推出后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，这让他信心大增，也更加感激阿德的支持和指导。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小茹对我说，阿德从来不会因为我的品牌赚钱了就多拿钱回家用，相反，他会鼓励我把利润再投入到品牌发展中。他说，这是属于我的事业，他只是一个支持者和顾问。这种尊重与支持是小茹以前从未体验过的。在阿德之前，她交往过的男友不是觊觎她的收入，就是把她当作装饰品。而阿德则真正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尊重她的事业、追求和人生规划。2年的婚姻生活不仅让小茹学会了理财，也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价值。她不再是父母眼中的摇钱树，也不再是圈内人眼中的漂亮花瓶，而是一个有思想、有能力、有规划的女性。阿德不仅没有让我变抠门，反而让我变得更加大方了。小茹笑着说，因为我学会了在正确的地方花钱，心里有底气，自然就不会斤斤计较了。的确，现在的小茹对朋友更加慷慨，经常组织聚会，请大家吃饭。她对公益事业也更加热心，定期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款捐物。这些在以前都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因为她总觉得自己钱不够用。有一次，小茹的一位模特同行来家里做客，看到她家简约而温馨的装修风格，不禁感叹，哇，你家好有质感啊，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台湾男人的家，我以为会很简陋呢。小茹微微一笑，阿德从来不是简陋，他只是讲究实用和品质。我们家具不多，但每一件都是精挑细选的，装饰不多，但每一个都有故事和意义。同行好奇地问，那你们平时都怎么消费啊？我看你现在用的包包和护肤品好像都变便宜了。不是变便宜了，而是变理性了。小茹解释道，比如包包，我现在不会盲目追求大牌，而是看设计、做工和实用性。护肤品也一样，贵的不一定适合自己，关键是效果好。同行若有所思，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。我最近也觉得自己花钱太没计划了，存不下什么钱，但生活质量也没提高多少。那要不要我介绍阿德给你当理财顾问啊？小茹开玩笑道，不过要收费的哦。两人笑作一团，看着同行羡慕的眼神，小茹心中涌起一阵满足感。她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，不是物质上的奢华，而是精神上的富足和生活上的从容。阿德也在这段婚姻中有了成长。
过去的他有些过于理性和计划，凡事都要精打细算，缺乏一些生活的情调和浪漫。而小茹则教会了他如何在理性之外，也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和感性时刻。我觉得我们就像两块不同的拼图，阿德曾这样形容他们的关系，单独看似乎有些不协调，但拼在一起却出奇的和谐。小茹深以为然，她感谢命运让她遇见阿德，让她明白原来爱情不是互相消耗，而是互相成就。婚姻不是一场豪赌，而是一次稳健的投资，收益是两个人共同的成长和幸福。如今，小茹和阿德已经开始规划要孩子了，他们都同意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，但不会像小茹父母那样把孩子当作摇钱树培养。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拥有健康的金钱观和价值观，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我没有去台北生活那1个月，或许我们的婚姻根本走不到现在。小茹感叹道。那次经历让我看到了阿德生活方式背后的逻辑和智慧，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价值观。这就是文化交流的魅力所在。当我们愿意走出舒适区，用开放的心态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时，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小茹和阿德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跨海峡的爱情，更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和自己完全相同的人，而是找到一个能与自己互补、互相成就的伴侣。丽姐，如果当初你没有介绍阿德给我，我可能还在追求那些表面光鲜但内心空虚的生活呢。小茹真诚地对我说，谢谢你让我明白，有时候看似小气的人，内心可能比那些表面豪爽的人更加踏实可靠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因价值观不合而分手的情侣，也见证过像小茹和阿德这样跨越文化差异走向幸福的伴侣。每一段感情都有其独特之处，但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和共同成长，永远是维系感情的基础。在相亲过程中，很多女孩会把男方是否大方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，认为花钱大手大脚才是爱的表现。而小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不是体现在花了多少钱，而是体现在愿意为对方付出多少心思和精力。阿德或许不会随手买下万元包包送给小茹，但他会花时间陪她一起规划未来，帮助她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所有台湾男性都像阿德这样，或者所有大陆女孩都像小茹这样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。我分享这个故事，只是希望大家在找寻伴侣时，能够跳出表面的条件看本质，理性判断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。上海女孩笑称台湾老公小气，打开存折那刻，她羞愧到无地自容。这个标题背后，是一个关于理解、成长和真爱的故事。希望每位听众都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。无论你是正在相亲路上寻找伴侣，还是已经在婚姻中经营爱情。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